我意识强大的人就可以避免 PUA 吗？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缺陷和弱点，并不是每一个寻求心灵慰藉的人都是有病的人。一个人类怎么可以去解决另外一个人类的全部的问题呢？一个人类又怎么样可以去指导另外一个人类应该成为怎么样的人类呢？嗨，我是安娜，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 PUA 这个话题呢，我很早就想聊了，也和很多观众敲碗的家人间的情绪勒索啊，职场中的不公平待遇有关。再加上这几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和我一样，打开手机、电脑，或多或少就会看到一些关于心灵课程的新闻啊、讨论串。那在这些讨论串里面呢，除了大家都很好奇的这些心灵课程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东西，到底是不是邪教之外呢，也有很多的参与过这些心灵课程的学员，在结束之后的分享里面，纷纷说出这些心灵课程里面有 PUA 的嫌疑。还有很多人是结束了课程之后，过了很久才发现说，哦，原来我之前被 PUA 了。那当 PUA 发生的时候，究竟会出现哪一些事情？这一集呢，就来和大家一起自我检查一下，看看自己有没有被 PUA， 以及在我们发现自己被 PUA 的时候要如何面对。PUA 呢，一开始的意思是指搭讪艺术，但是在现在我们更多的讨论的是说，它是一种操控他人的心理手段。这样的现象不仅仅是在心灵课程了，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或者职场中也非常的常见。10几年前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过，电视上甚至有 PUA 教学的节目，大概是在晚间节目的那个时段，那些电视节目呢就会邀请一些男生去参加，然后透过一些 PUA 导师的教授去传授一些 PUA 技巧，借此来提升这些男生的搭讪技巧，还有吸引异性的能力。居然还有 PUA 老师上节目，现在想想也是蛮荒谬的，对不对？那证明这一些年来，大家的头脑思维还有独立思考的能力都有了非常大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呢意识到 PUA 可能会涉及到情感操控、行为操控还有伤害，所以呢，现在这些导师也不敢上节目了。但是 PUA 导师不上节目 ，PUA 就不存在了吗？可能都跑去开课了。看到这么多的课程涉及到 PUA， 大家应该就会知道，这些年这些 PUA 专家也没有都闲着。那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为了让表述更加简洁，我会用 PUA 加害者来指代这些想要用 PUA 手段控制其他人的人，然后用 PUA 受害者来指代被 PUA 的人。有些人说啊，自我意识强就不容易被 PUA。我一个 ESTJ， 我的自我意识真的是非常的强大，我确实不容易被 PUA。但是不容易被 PUA 就不会被 PUA 吗？显然不是。坏人只有在卡通里面才会一眼看他就是个坏人，生活里面想要控制我们的人不会张口就想要控制我们，因为通常这样子就会被拒绝，而且大部分的人会觉得这样的人有病。PUA 之所以难防，就是因为这些 PUA 加害者在一开始的时候，他会先表达得非常的友善，他会表达出理解你、支持你，让你觉得他们是可以被信任的人。所以呢，从这里就可以知道，越是亲密的关系，就越容易产生 PUA。这也是为什么在很多参加过心灵课程的人的分享里面，有提到在一开始的时候感到温暖。那在初步的建立了信任关系之后呢， PUA 就会逐渐开始了。在这个阶段呢， PUA 加害者会开始指出我们的缺点，可能是透过直接的批评，也有可能是暗示我们不够好。那因为对方呢是我们信赖的人，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一点点自我怀疑，我们想要透过修正自己来获得认可，进而维持自我的价值。这里呢，我想引入一个心理学的概念，叫认知一致性。这个概念是指，当我们人类的行为和我们内心的态度还有内心的信念不一致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心理不舒服的状态。这一种不舒服呢，称之为认知失调。那为了减少我们这种认知失调带来的这种不安的感觉呢，我们就会希望去透过调整我们的行为，或者去调整我们内心的态度，来达到我们的行为和内心态度还有我们的信念的一致性。这一整个过程呢，就称之为认知一致性。我们认为这些 PUA 的加害者，他们是我们的朋友，是我们的同事，是我们的亲密伴侣，是我们的家人，可能是我们的上司，也有可能是我们的导师。我们信任他们，爱他们，崇拜他们，所以我们更加重视他们的意见，我们应该遵循他们的意见来修正自己。这种削弱自信的过程呢，比较好防的，比较好意识到的，通常是对方直接指出我们的问题在哪里。这件衣服不好看，不适合这个场合，你这样说话的方式不对。这种直接的表达，一般有自我意识的人多少就会觉得关你屁事。即便这个人和我们有一定的亲密关系，那也要看这个亲密关系亲密到什么样的程度。但有的时候，这种 PUA 它可能是藏在非常小的细节里，小到我们可能根本没有办法察觉。比如说你在讲话的时候，对方一直打断你，让你怀疑你的意见是不是对的。又比如说，你明明喜欢粉色，结果你的伴侣就一直送你绿色，并且告诉你绿色更加适合你。又或者在职场上，你的上司承诺你，只要你完成这个 project， 他就会帮你去争取晋升的机会。但当你忙完一
大圈之后呢，他就跟你讲说啊，这个晋升机会可能比较困难，你还差一点点，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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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类的。以上种种呢，都是在测试我们是不是会默默的去接受一些不公平的安排。这些小事多了、久了之后，就会降低我们的自我认同。所以，相信自己认为对的事情，真的非常的重要。自省和自我怀疑之间的差异非常的巨大。一般呢，在这些 PUA 加害者打击你完之后没有多久呢，他又会来找机会关心你、鼓励你、安慰你。包含在这一阵子闹得沸沸扬扬的心灵课程的分享里，也不难看到很多学员都说，在第2阶段的课程里，先会被大骂和攻击，然后之后呢，导师又会跟你讲，你有一种非常优秀的某某品质或者特质。这个听起来是不是有一种既诡异又熟悉的感觉？有一句谚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打一棒槌给一颗枣，我觉得就很好的描述了这样的一个场景。先是贬低你、批评你，说你一文不值，然后呢，再给你一点小恩小惠或者一些短暂的鼓励，用这种非常虚伪赞美的方式逐步控制你，让你逐渐变成一个讨好型的人，并且难以拒绝这些加害者的要求。这个方法其实真的是流传千古，而且中西都有这样类似的一些文化，不论是家教也好，还是在职场也好，都是一个非常普及的育人术。这种方法呢，会让受害者在否定和被肯定之间来回摇摆，情绪就像在坐云霄飞车一样。慢慢的呢，这些受害者就会更加依赖这些加害者的认可，好像只有得到这样的认可，才可以证明自己够好或者被重视。好，说到这里呢，就不得不提一下，这样的状况其实在职场中也非常的常见。有很多职场新人在还没有什么经验的时候呢，就非常容易分不清自己当下是被 PUA 了还是被栽培了。这里呢，也分享一下我的小心得。PUA 的目的是为了使用你、操控你，但是栽培你的目的是为了让你变得更强大，让你变得更好。区隔其实非常的微妙，一不小心就会掉进陷阱里。我曾经呢看到过一个比较形象的描述，在这里也和大家分享。当你的上司是为了 PUA 你、使用你、压榨你，通常你的感觉呢，就像站在一台跑步机上面，你必须每天拼尽全力、拼命奔跑，才可以维持站在原地的那个感觉。而且当你有一天突然你想停下来了，你累了，你就会直接被甩出局。那种感觉呢，就好像你只有持续的追随、无条件的付出，只有受到这个上司的肯定，你才能确保自己不被淘汰出局。这种呢，就是非常常见的 PUA 的手段了。而当你被栽培的时候，你的感觉就像被送上一台传送机，你的每一分努力都在陪伴着你，不停的向前。你可以清晰的感受到自己的成长，还有能力的累积。在你需要的时候呢，上司也会给你支持，还有指导，甚至给到资源。这样的栽培呢，会让你觉得每天都充满了动力，每一个阶段都可以感受到自己的价值。我想这个例子呢，应该可以很好的帮忙大家审视自己身处的状况。其实呢，经历了刚刚的前3步，一个初步的 PUA 就已经完成了。但是如果想要更多的操控受害者， PUA 加害者就需要更长的时间、更强的强度来驯服受害者，让他们逐渐放弃自己的自主性，来迎合更多加害者的需求。那以心灵课程来说，我想这应该就是他们所说的3阶段。可以看到这个阶段的课程的时间非常的长。这个阶段的 PUA 呢，就有很多旁人看起来就已经非常不合理的事情了。我来说一些小事情好了，比如说深夜打扰，明明这件事情可以工作的时间再说，明明它也不是什么很着急的事情，可是他偏偏就是半夜的时候找你。这个呢，就是在测试你是不是愿意放弃自己的私人时间，愿不愿意放弃自己休息的时间去满足加害者的需求。即便这个需求它可能并不是什么很奇怪的事情，但是在半夜找人回复工作这件事情本身就已经够奇怪了。又或者呢，是一些非常平凡的小事，比如说有意无意的就，你明天可以帮我带个早餐吗？你帮我点一个外送，帮我把这一份文档打一下，帮我点一个手摇杯，这次便当你订哦。又或者是临时起意，让你做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这次提案你能不能随便做一个方案给我看一下？即便这个方案可能根本就没有什么意义，唯一的意义就是去测试你是不是可以立即听从，成为 PUA 加害者的随意支配的对象。拳头又要硬起来了。说出你的故事。超多的啊！深夜打扰是常态，就是24小时 online 要随时迎合甲方的意见。方案改到飞起来之后，然后最后跟你说，我觉得第一版很不错，就在玩人就是。不知道现在观众看到这一趴的时候，会不会突然也意识到啊，原来自己被 PUA 了？欢迎在留言和我们分享。那这个阶段的 PUA 手段呢，还包含像长时间的跟你倒苦水、倾诉烦恼，不管你忙不忙，就是一直要跟你讲啊，简直太多了。我觉得职场、家庭、生活的例子多到我根本举不完。那这些所有的例子呢，都有几个共同的特征。首先，第一个就是频率高；第二个，不管你忙不忙，单方面输出；第三个，非常琐碎或者不合理。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状况对号入座看看。
那经历了上一步之后呢，受害者基本上已经是一个随抠随到的状态了。那这个时候，如果加害者想要更多的话呢，他就要进行到下一步。以最近的心灵课程的案例来讲，我觉得是已经到了3阶段，也已经毕业的程度了。这个阶段的加害者呢，会实施加强的操控还有剥削，来实现长期持续的利用。轻一点的呢，可能跟财务劳力有关，比如说要求一些财务支持啊，或者无条件的帮忙啊等等。那严重的呢，甚至跟精神还有身体有关，让受害者默默的接受不公平的安排。比如在大家的分享里面，完成了3阶段的心灵课程之后呢，会自愿去当助教。那助教是免费的，无条件的付出自己的时间，去帮忙自己所在的心灵团体助教新生。这种就是加害者在进一步的实施自己的控制。那包含在大家的分享里面都有提到，参加这个课程的人呢，都要去完成一个带别人加入这个课程的任务，这个也是属于加强操控和剥削的一种。拉人这个行为简直把我刚刚提到的认知一致性发挥到了极致。一个简单的拉人，不但利用了你的信用，还会因为你自己拉了这个人，在日后哪怕已经发现这个团体多少有一些问题的时候，更加不容易脱离这个团体，因为你自己都已经拉了这么多人进来，再说这个团体有问题，那大家会怎么看你？而且因为过去的投入，不论是时间、金钱、精力还是人际关系，持续的来支持这一件事情，即使你已经发现它已经有一点点不对劲了，你也会害怕之前的努力是错误的，而更加不想要放弃。这就是另外一个心理学的概念，或者我们称之为心理学的手段，叫沉没成本效应。上面的例子听起来很严肃，对不对？但其实在职场中，很多的事例就更隐晦或者日常，我想大家或多或少都有经历到过。比如主管要求员工在执行工作的时候，先行垫付一些费用，并且承诺在这个工作完成之后呢，就来给你做报销。但是结果这个报销的流程就拖得非常的长，让这个员工不得不长期垫付这一笔费用。又或者主管要求员工在非工作时段去操作一些跟工作完全没有关系的事情，比如说帮忙跑腿啊、搬家啊、处理一些私人事务啊等等。那在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身为员工也好，或者合作的乙方也好，都会害怕自己会不会因为拒绝就错失未来晋升或者合作的机会，进而选择默默接受。所以你说自我意识强大的人就可以避免 PUA 吗？真的很难。这真的是人性和利益的博弈，一次两次那叫为了生活，但把这些行为合理化，进而怀疑自己，那我觉得真的是太不值得了。在这个过程里面，比起加害者最终把受害者完全掌握在手中，更可怕的是，有一些受害者会不自觉地为加害者的利益去考量和付出，害到更多的人。他们企图在同一个困境中建立阶级，但事实上，所有的人都是受害者。那刚刚聊了这么多 ，PUA 和真正情感关系的界限，有些时候真的非常的模糊，需要依靠根本的目的来做区分。而且经过刚刚层层的梳理，我也绝对相信这些心灵课程的组织者，他们的心理学知识真的非常的扎实，并且很会灵活运用。比起为了升职权力，利用一些零散的 PUA 手段来达到目的的人来说，那些从一开始就抱着满满的心理学知识，目的就是为了控制你的人和团体，要可怕和可恶的太多。不知道会不会有些观众看完今天的节目，觉得这些都是非常简单的话术啊。我也在有一些讨论串里看到被 PUA 的人很笨，有病应该看医生。但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缺陷和弱点，有可能是在我们经历低潮的时候，也有可能是我们突然获得成功很狂妄的时候，这些弱点就会被暴露出来，进而被利用。并不是每一个寻求心灵慰藉的人都是有病的人。我想我们嘲笑被 PUA 的人，才是 PUA 加害者最想看到的结果。当我们很迷信一个人可以给予一些我们很难得到的东西的时候，那些东西可能是钱，可能是爱，可能是升迁机会等等。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那个受害者。所以某种程度上 PUA 确实是我们给对方的权利，但既然是我们给对方的权利，我们就可以把它收回来。在这里呢，分享一个词，祛魅。这个词呢，最早是由德国的一个社会学家韦伯提出的，他很反对这个词。他是说，在我们人类文明的发展的过程中，因为现代化、科技化，让很多以前看起来有神秘色彩的事物，逐渐失去了那一层神秘的面纱，进而让大家陷入一个意义危机。确实，当我们把所有的事情都祛魅的时候，你可能突然会陷入一种人生的意义真的不知道是什么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但是呢，在很多时候，当我们面对一个过度包装的人事物，适度的祛魅确实可以帮忙我们更清醒。比如，当我们在面对不停的利用我们、压榨我们的上司或者合作方的时候，试着问自己几个问题：我真的需要他的肯定吗？除了他之外，我真的没有办法赚到其他钱吗？他的否定真的
的有在帮忙我的成长吗？我想你的心里应该很快可以找到答案。尤其是在这几天我看的分享中，很多人在寻找心灵课程的时候，都是因为自己遇到了一些问题，因为这个心灵课程里的导师看起来非常的强大，似乎可以把自己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但在这个时候，试着想一想，这个导师他也是一个人，他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只是表现方式不同而已，只是他有没有告诉你而已。大家都是人类，一个人类怎么可以去解决另外一个人类的全部的问题呢？一个人类又怎么样可以去指导另外一个人类应该成为怎么样的人类呢？所以真的不要崇拜人。那今天举的所有的例子呢，真的是 PUA 例子里面的冰山一角。其实比较多的讲的都是以压榨为主的案例，但捧你或是软磨硬泡，其实一样可以控制你。这应该是很多人都没有想到的。比如有一个你已经明确拒绝了的约会，但是呢，对方就还是锲而不舍，他就一直磨，磨到你内心觉得说有一点点拍谁，再拒绝人家，这样真的很不好意思。最后呢，你就答应了这个请求，这就是对方利用了你的拍谁控制了你。那你会拍谁吗？我就会假装没有看到。其实不管是用压榨也好，还是软磨硬泡也好，不管是哪一种方式，用上面我们说的这些流程呢，你都可以剖析出来一二。那知道这些呢，就可以更好的保护我们自己，也可以提醒我们自己不要成为那个 PUA 的加害者。尤其作为父母，亲子之间的 PUA 也非常的常见，这也是我们需要日常反省并且提醒自己的事情。比起某某团体是不是邪教，谁中邪了，我想这一些才是更值得我们思考的事情。好啦，听完一整集，有没有突然想到一些自己被 PUA 的经历呢？当下是怎么面对的，最后是怎么处理的，又怎么样走出来呢？欢迎留言和大家分享，也可以帮助到更多人。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点赞分享，也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我是安娜，每周四我都会在这里聊，下周四我们再见啦，拜拜。